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真的秀。那么在看我们节目的时候呢，请帮助点击下方的小叮当订阅还有帮助我们扩散转发，感谢您的支持。那中国的央视焦点访谈栏目呢，最近在播放迅雷2020的行动的系列的一个报道。那么这个系列呢，曝光了过去1年多以来破获的台湾在中国大陆内外的活动的这些谍报人员，还有呢对华破坏的一些人员的这个信息。这个系列报道的第一期呢，就是2019年8月，那在这个深圳失联的李梦居。从李梦居在深圳和外界断了联系到昨天播放，那么1年多的时间大家看到呢，就是李梦居出现在央视的屏幕上，这就打破了李梦居被失踪、被劳改、生死不明等等这样的一些谣言。让认识李梦居的人知道呢，李梦居还活着，而且从画面上看的话呢，他还活得很健康白白胖胖的，心情也不错。那10月12号就是今天我们录制节目的今天，那央视这个系列报道的第2期呢也如期播出了。那么这一期呢它的主角是郑宇钦郑宇钦。那和李梦居这样一个身居台湾偏远乡村的这样一个乡安顾问这样的一个小咖的身份不同，那么郑宇钦呢是一个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他是台湾民进党前主席卓荣泰的助理，那也是捷克查理大学的教授，和设在捷克的郑宇钦自己创办的中欧政治经济研究所的创办人和所长。那郑宇钦呢常年往来于欧洲，然后中国大陆还有台湾。在学生时代呢，郑宇钦呢就将这个情报工作作为自己的兴趣。那对中国大陆的这个国安研究呢也作为他的这个研究方向。可以说呢，他对台湾的情报工作和对中国大陆的情报工作都有一些了解。在欧洲工作期间的话呢，郑宇钦在频繁往返台湾呢，主持情报领域的一些研究和一些讨论。同时的话呢，他还往返台湾呢，去参加这个民进党总统竞选的一些相关研究，包括可能做一些智库方面的服务。在过去的10多年的时间里，那么郑宇钦呢频繁往返大陆，参与这个中国和欧洲的这种文化、经济政治、外交领域的各种交流和学术交流。那这样一个在捷克、在台湾还有在中国大陆呢都活得有声有色的学者，那在学术之外的话呢，他还收取台湾情报机构的资金，那对中国大陆呢进行情报搜集，进行信息搜集同时呢还从事一些反华的谣言和假新闻的创作、加工这样的一些活动。那么2019年4月，郑宇钦呢在进入中国大陆后被国家安全机关逮捕。这就是事情的一个大致的始末吧。至于郑宇钦是如何开始间谍工作怎么被间谍工作吸收，被情报机构吸收，怎么开始从事情报工作，然后又从事了哪些间谍情报工作和造谣重伤的这种破坏活动呢？详细情况的话，大家可以去看这个央视的焦点访谈相信这2天关心这一事件的人呢也会很多，大家都在这个等着焦点访谈去播放类似的内容。那么我们这期节目的话呢，是要谈一些央视没有播出的消息。央视的新闻放出来以后的话呢，我花了一点时间搜集了一下郑宇钦的公开信息在网上的公开的信息。那么发现呢，和李梦居被捕的轰轰烈烈不同。李梦居应该是去年的8月20号就和这个台湾方面失联了，然后当时就在台湾也好，香港也好，中国大陆也好，就不断的有消息推出来上了新闻的。李梦居在这个维基百科的话还有专门的这个一个词条一个条目。
那么和李梦居被捕的轰轰烈烈不同，郑宇钦这样一个在两岸在捷克都算得上是有地位有影响力的这么一个人呢，那从2019年4月在中国境内被捕，那么到现在已经是10月12号，长达1年半的时间里，在整个互联网上居然没有关于郑宇钦这个人失踪的消息、被捕的消息。他的家人、同事、他的朋友他在台湾情报机构的上级等等，居然对这个人的消息对这个人的消失毫无反应。而且民进党也好，或者是其他这个反华势力也好，居然没有人炒作郑宇钦被失踪、被监禁的信息。那么这件事情呢，和这个李梦居这种小咖咖这种失联闹得天下皆知恰恰这个形成了这个非常强烈的对比。郑宇钦呢可以算是消失的悄无声息这个就非常有趣了。那焦点访谈的这条新闻里呢，还播报了郑宇钦上级主管的名字，以及呢他的联络人的名字他的联络人呢叫陶志珍英文名叫 Vicky 而且焦点访谈的画面上呢，居然还放出了联络人 Vicky 的身份证。那考虑到这个人的身份证如此清晰，而且身份证上这个头像的照片也没有打码，那我大胆的猜测一下我认为这位 Vicky 呢很有可能已经落网了，甚至可能呢就是郑宇钦这一条线上的上下游的一些情报人员和郑宇钦所接触过的在中国境内所接触过的相关学术单位的这样一些人员呢也都已经被我们国安人员掌握、了解并且跟进了。然后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在1年半的时间里，那在台湾居然没有任何声音发出来，那我们就不知道就是台湾情报系统是特别能忍还是因为他们情报系统特别蠢了。迅雷2020的这次行动呢，据说破获的情报人员多达上百名还有说是几百名的。那么焦点访谈呢它也大概只能报道其中2-3个案子昨天的李梦居，今天的郑宇钦也可能明天还会再有一期事不过3，我估计可能也就3期左右。那么为什么这次选择了郑宇钦放到这个系列报道中来一定是有原因的。那我合理的怀疑呢把郑宇钦作为一期节目的内容和他身在捷克和他在捷克的活动呢应该有密切的关系。那考虑到过去2年的时间里捷克的反华亲台的倾向考虑到前不久捷克议长访台事件，那么把一个在捷克出现的台湾间谍、台湾情报网络放出来公之于众，那这个事情的话呢可能就比较有趣味一些它会产生一些政治上的、外交上的包括各方面的一些影响那么特地呢把郑宇钦在捷克制作和释放这个污蔑华人为间谍的这种假新闻放出来整个这个新闻的内容的话呢看起来也特别有趣味。当然放出这样一条消息的话呢很有可能会让捷克的政界或者是欧洲的一些政客再次出现过激的反应包括可能捷克的、德国的都有可能再次出现过激的反应。但是显然呢中方无论是国安机构也好、外交部门也好还是这个中国的中央政府也好对可能出现的反应显然已经是有所准备了。那么如果欧洲势力呢在接下来要围绕着郑宇钦事件呢做一些什么口诛笔伐呀，做一些杯葛呀，制造一些话题呀，那我猜中方很有可能会拿出一些让对方更加难堪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出来。这个呢我们可以在后续的一些报道中呢看一看各方面的反应。那么如果说昨天的李梦居专题围绕的是台湾背后支持这个港独搞国家分裂，
那么今天呢，郑宇钦这个专题呢，央视所释放出的信息就是台湾长期的在欧美国家搞迂回和破坏工作，并且呢采用了相当多的不光彩的间谍类的行为。那这方面呢，相信大陆方面呢已经掌握了足够多的证据。郑宇钦呢在被捕以后的话，到现在已经是1年半的时间，但是这个央视放出来的这个采访的话，也只有10几分钟左右，可以说就是说有更多的没有披露出来的消息攥在这个国安部门手里。那么足够在接下来的意识形态撕逼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中，这个活动中的话呢，可以派上用场。相信这些消息这些内容一旦释放出来的话，会让相当一部分政客很难收场。郑宇钦的这个专题呢，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细节，那就是提到他被捕的这个中国大陆的时候，郑宇钦在采访中讲到的是中国大陆他说中国大陆如何，我了解我的这些行为对中国大陆怎么样。那这个当然代表这种用词上的这种细节，当然代表郑宇钦呢依然坚持死硬的这种所谓台湾立场。我切不说他是台独立场吧，他坚持这种死硬的台湾立场乃至民进党的立场。他也没有改变立场1年半的时间，他也没有改变立场，也没有成为一个拥护祖国统一的这样一个改造分子。虽然呢，我们去查公开的网上的他过去的言行，查这些资料的话，我们可以注意到，在2015年到2018年期间，郑宇钦在来往大陆的时候，参与大陆的活动，或者是包括参与一些台湾的民进党的活动的这些学术会议上的时候，经常呢提起一中是台湾未来的方向两岸一中是未来的方向。但是至少在央视的这个屏幕上，郑宇钦呢并没有强烈的热烈的宣称说两岸必将统一，他并没有这样去讲。那这个细节也说明呢大陆也好中国的这个国安部门也好只不过是要你的违法证据，搜集和整理你的违法证据，并且呢对你违法的行为进行依法的处罚。至于你是不是拥护祖国统一这个大陆国安并不在乎。我们还是那句话，祖国统一自然是由解放军来负责，那国安呢只需要给出理由和证据就好了。好，这就是郑宇钦这个事件这个案件呢在央视上没有播报出来的内容，我们通过公开的渠道去整理了一下，然后去梳理了一下，做了一些分析，浅显的分析。所有的资料呢都来自于互联网和公开消息。那么我合理的猜测呢，这个 Wiki 就是叫做陶志珍的这个情报人员呢，很有可能也已经被中国大陆控制起来了，但是只是我的合理猜测。那么如有雷同，实属巧合。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一期节目呢就到这里。喜欢我们的频道呢，就请收藏我们的频道，并且转发给你的朋友。我们特别需要您的支持，谢谢大家。